女人拿起丈夫的遗骨，在唇边反复摩挲，然后塞进嘴里舔舐啃咬，接着又躺在榻榻米上，用遗骨触摸肌肤，细长的脖颈间泛起细密的汗珠，隐秘的欲望蠢蠢欲动。那节断骨也被她送入隐秘之处，须臾之间，裙底便开出了一朵娇艳的花。她叫南，是须臾公寓的房东。5年前，丈夫因癌症去世，留下她和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，夫妻俩深深相爱。南小姐从未能摆脱对丈夫的思念，她不止一次的幻想，或许这些骨灰还能带来她曾经的气息，也许这样她就不再孤单。某个早晨，公寓里迎来了一位新的租客，一个名叫山田的年轻人。他看起来有些孤僻，眼神低垂，言语稀少。南小姐为他开了门，简单的介绍了房间情况，指着浴室说：“虽然房间不大，但有浴缸，你可以泡个热水澡放松。”山田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太大的兴趣。然而刚搬进不久，就有个邻居来敲了山田的门。那是一个满身臭汗的大叔，急切地说：“我没钱去澡堂子，能不能借你浴室洗个澡？”山田有些反感，直接关上了门。大叔并没有生气，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。山田在一个石山厂工作，每天的工作就是清洗乌贼、切割乌贼，枯燥无味。但对他而言，这份工作是无比珍贵的。毕竟刑满释放后的他身无分文，连吃饭的钱都成了问题。即使如此，山田也总会在下班后去海边坐一会儿，望着蔚蓝的海面和天际的云朵，稍微忘记自己的处境。这一天，他回到家后，收到了一封来自社会福利科的信。打开信封，他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。令他震惊的是，父亲的尸体已被遗弃了好几周才被发现。山田脑海中不禁浮现出父亲腐烂的尸体，浑身发臭，食虫在肉体里蠕动，苍蝇在空气中盘旋。他想象着这一切，不禁感到一阵阵的恐惧，甚至一整天都没能从地板上起身。邻居大叔见山田长时间没有出门，担心他中暑，便带着自己种的西红柿和黄瓜过来。山田勉强接过一根黄瓜，咬了一口，那股清新的味道在口腔里爆炸开来。又咬了一口西红柿，水分丰富，瞬间让他感到一种莫名的舒适与满足。发工资这天，山田买了米和蔬菜。回到家后，他开始精心蒸米饭。他调节水量，确保米饭蒸得刚刚好。米饭在锅里蒸熟的声音清脆悦耳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山田深吸一口气，满是白米香的空气让他陶醉不已。他盛上一碗米饭，闭上眼，静静享受着这份久违的幸福感。再喝上一口自己调制的味噌蔬菜汤，配上水产厂做的烟熏乌贼丝，这一刻，他的生活中找到了简单的美好。而那位邻居大叔依旧没能放弃蹭饭的传统，他带着自己做的腌菜，准时出现在山田门前。吃饭的理由似乎从来不需要理由，吃饭这种事，大家一起吃才更有味道嘛。他熟练地为自己盛了一碗饭，满脸的满足感让山田有些无奈。大叔和山田已经渐渐熟络起来。一天，大叔带着山田去地里干活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对生活的看法。我过的就是极简主义的生活，虽然穷，日子紧巴，但能吃上自己种的菜，能看着这些美丽的作物成长，我就觉得这辈子活得有意义。山田没有回应，只是默默地做着活儿。干完活后，大叔先是泡了澡，然后毫不客气地打开山田的冰箱，拿出一瓶啤酒喝了起来。你不觉得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吗？简简单单做好每一件小事，就能找到真正的幸福。大叔一边喝着一边说着，让山田感到了一丝温暖。这时大叔问起了山田的过去，听说你有前科，是干什么的？山田沉默了片刻，终于坦言，我曾经做过诈骗。大叔只是点点头，似乎并不在意这段过往。山田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轻松，大叔似乎总是能在简朴的生活中发现一些细微的幸福，正是这种幸福支撑着他活了下来。于是山田也渐渐放下心中的沉重负担，开始学会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份平凡和简单。这天，山田去领父亲的骨灰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，你父亲火化时身边没有其他人，遗体火化之后喉结很完整的保留了下来，他生前一定是个品行很好的人吧。说着，他打开骨灰盒，取出完整的喉结，你看是不是很像一尊佛，像在胸前合掌的样子？父亲生前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？拿到工资，山田第一时间去交了房租，南小姐奖励他一块糖，因为他是第一个按时交房租的房客。山田吃了糖，把糖纸折成了千纸鹤。一到饭点儿，大叔就会顺着香味找过来。山田提醒他，我还要做成饭团带到厂里吃，所以你只能吃一碗。大叔满口答应，奉上自己做的腌菜，一边吃一边夸山田蒸的米饭真好吃。吃完一碗，他又舔着脸要第二碗。晚上，山田又想起父亲孤独惨死的场景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这件事儿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心结。他拿出父亲的遗物，从手机里找到了维克经常拨打的号码，这是一个生命热线，是为想要自杀的人提供心理疏导的社会机构。父亲曾经想要自杀吗？第二天工作时，社长感慨道，照这个势头，日复一日认真工作的话，很快就到下个月，再很快就到明年了。
转眼间5年、10年也就过去了。山田问：“这有什么意义呢？”社长说：“有的，不过只有干了10年以上的人才会懂。想要悟透，需要相当长时间的积累。”回家路上，山田偶遇了南小姐，两人在河边坐下。南小姐说：“我刚才看见孕妇了，所以才跑这么快。我很害怕见到孕妇，一看见大肚子就想踢上去。孕妇就是一个人的，肚子里还装着另一个人，这不就像动物一样吗？”山田似懂非懂，但他知道南小姐之所以会有这么奇怪的想法，肯定是因为她死去的丈夫。这天，大叔居然在公寓里闻到了肉香。要知道，租住在这里的人一年到头都吃不上一回肉。大叔立刻顺着香味推开邻居家的门，看到邻居正夹起一块牛肉，真好，可以吃一顿寿喜烧了。要活下去，大家就得互相帮助啊！说完，大叔就熟练地跳进别人家里。男人的表情难看到了极点。我也才好不容易吃一顿肉，你这么做还算是个人吗？大叔才不管那么多。更离谱的是，一开始还不好意思的山田也像跨栏一样跳进男人家里。男人目瞪口呆，这家伙更不要脸啊！看着他们一人一筷子肉，男人的心都在滴血。山田和大叔终于开荤，爽到飞起。男人说起自己的苦楚，他和儿子是墓碑推销员，推销了大半年，一块墓碑都没卖出去。昨天运气爆棚，才卖出去一块高级墓碑，所以才能够开一顿荤。但讽刺的是，这块墓碑竟然是女主人给狗狗买的，价值200万日元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山田和大叔都沉默了。闻到香味，南小姐也带着女儿来蹭饭，男人已经麻了，索性大家一起吃吧。两个孩子吃饱了，牵着山羊出去玩。男孩跟流浪汉合奏了一曲巴赫，曲子优雅动人，带着治愈万物的力量。演奏结束，男孩摆弄着一排老式电话，女孩摇动着一根跳绳，他们都渴望着能够接收到外星人的讯息。干完农活，大叔带着山田去了山上的寺庙，这里的僧人是大叔的朋友，他给两人奉上香茶，然后端坐在中间嚼泡泡糖。静谧之中，一场大雨突如其来，沙沙的雨声淹没了蝉鸣，又是一种别样的宁静。大叔心生欢喜，冲到大雨里脱掉上衣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接着又提议：“我们去喝个痛快吧。”晚上，大叔喝得酩酊大醉，对着一棵树一边呕吐一边哭着给树道歉。山田这才知道大叔的儿子早逝，他心里也有解不开的死结。那天之后，大叔便不再来蹭饭，可山田却已经习惯了两个人一起吃饭，一个人吃总觉得食之无味。社长见他状态不对，主动过来搭话。山田懊恼道：“没出息也会遗传吗？母亲人品差，父亲孤独而死，这些都会遗传给我吗？”社长肯定地说：“不会的，这个怎么会遗传呢？别想太多，只是去做就好了。”山田还是有些迷茫，他打给生命热线问了一个问题：人死后灵魂会去哪里呢？接线员说：“小时候我偶尔会看到金鱼在空中游动，感觉像是在向着天上游去。当时我以为那是金鱼，直到后来我确信那就是灵魂。”这天晚上，河边突发地震，骨灰盒被摔得粉碎。山田用泡菜毯子装好骨灰。第二天，他来到社会福利科，问工作人员：“我父亲是自杀吗？”工作人员带他来到父亲生前租住的公寓。据说，孤独致死的人死前大都面朝门外，他们无法应对突然到来的死亡，想要逃离这样的痛苦，所以挣扎着准备去开门。而一般自杀的人大多都是面朝屋内。听说你父亲并不属于这两种情况。他的房间整理得很干净，阳台上养着植物，旁边的桌子上还放着没有喝完的牛奶，可能是刚洗完澡吧。散澡喝牛奶，这些也是山田的习惯。山田忽然释怀了。父亲虽然孤独而死，但直到最后一刻，他都在认真生活，和他有着相同的生活习惯，这是父子之间剪不断的连接。这天，南小姐带着女儿去祭拜丈夫，丈夫的骨灰埋在一棵树下，茂密的树冠在阳光下绿得耀眼。或许我们的生命回归自然后，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生长。回去的路上，开出租车的老爷爷说，他是个焰火师，老婆死后，他把研磨的骨灰和火药一起放进烟花筒，做成了一个巨型烟花，然后打到天上。这是怎样一种纠结的浪漫呢？回去后，她取出丈夫剩下的遗骨，放在唇边轻触，含进嘴里啃咬。被把玩到圆润的遗骨，带着难以形容的触感，也带着丈夫曾经的气息，触在肌肤上。加入滚烫的火，又是刺骨的冰，如一场云雨落下，是一抹晚霞飘飞。须臾之后，阳光正好。南小姐用水流造出一道彩虹，大叔用蔬菜做出各种昆虫。和尚一边嚼泡泡糖，一边念经。女孩的金鱼死了。一行人来到河边埋葬金鱼，那里开满了好看的花朵。卖墓碑的男人说起了金鱼灵魂的故事。忽然，那个废弃电话居然响起了铃声。晚来风起，夕阳扯出一道粉色的线条，一只风筝从山背后升起，像章鱼又像水母，像金鱼又像外星人。女孩摇起跳绳，接收宇宙的信号。男孩神情肃穆，倾听着外星来电。大叔忽然冲了出来。这一刻，他终于袒露了他内心的痛苦，渴望着永久的解脱。
山田拿起电话问出了那个终极问题：人死后灵魂会去哪里呢？泡澡时，大叔又来到山田门口聒噪，他主动道歉：我啊，挺笨的，被很多人骗过，钱都被人骗走了，所以听到你的传言，我有点害怕。说着，大叔就给自己盛了一碗饭，端过泡菜坛子，打开一看，凹菜竟然变成了骨灰，吓得他魂都没了。听到他的惊呼，山田笑得前仰后合。隔天，寺里的和尚吹着泡泡，看着天空，喃喃地念叨一句：要来了。当晚，台风便来了。大叔吓得躲在角落，他有童年阴影，最害怕台风天气。山田让他背乘法口诀，这是他克服恐惧的方法。大叔照做，果然就没有那么害怕了。第二天，风雨过去，艳阳高照，院子里的西红柿和黄瓜被吹得七零八落。大叔首先担心的却是河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。好在流浪汉的塑料棚扛住了台风的侵袭。趁着天气好，山田开始研磨父亲的骨灰。南小姐凑了过来，抓起一把骨灰，任由它们在指缝间落下。山田说，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，妈妈站在门口给了我2万日元，然后就消失不见了。听说有个好工作，我就去了，不知怎么的就进了监狱。但说实在的，我松了口气，至少不用再挨饿了。出来后，我住进了这个公寓，旁边还住了个怪人，他厚脸皮的要死，天天跑过来洗澡蹭饭，真的很烦。但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我渐渐发现自己居然开始笑了。我觉得这样不行，我不配笑，我不能笑，我活着毫无意义。我一直都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竟然也有些让我开心的事儿了。大叔好像很擅长发现这种细微的幸福，说不定他也是靠着这些细小的幸福才活下来的吧。南小姐提议给你父亲办个葬礼吧。办葬礼前，卖墓碑的男人借给他一套西装。看着花丛中须臾公寓的牌子，山田问：须臾是什么意思？男人说：我也不懂，但我觉得须臾就像今天这样，天色出现了又散去了吧。须臾之间，美貌顿生，叶细如华，温乎如饮。只要你抬起头，每个须臾的幸福都会不偏不倚，直达人心。和尚走在最前面，敲着木鱼，念着经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叫泡泡糖。须臾公寓的所有人带着各自的乐器，奏着一首灵动而不哀伤的乐曲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来如风雨，去似微尘。须臾欢喜，须臾哀伤，须臾浮华，须臾寂寥。生活与生存，生命与生死，所有的意义或许都在须臾之间。